双子、水瓶座6月开始情感方向解析。我们双子这一次是真的遇到了能够降服自己的人了，感觉我们双子遇到了这个人呢，真的是不枉此生了啊！所以我们真的也是想要用尽所有的力气去对对方好，就是想要把这个人留在我们的身边。那双子呢是真的愿意为对方去付出一切的，所以说呢，我也真的觉得咱们双子是遇到真爱了啊！但是我们双子这边呢首先这边出现的是一张逆位的星币7那么真的不得不提醒一下我们的双子宝宝，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因为这张牌的出现呢，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双子这段感情呢，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可能就是会发生一些变动一些小变动。可能呢，我们双子会经历一段比较伤心难过的时期。不过这张牌能给我的感觉就是咱们彼此之间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可能会有些搞不懂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会有之间这样一个状态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再来往下看。好，那这边首先出现的是权杖3的一个正位那我会觉得说刚刚的疑问有得到一些的解答了因为这张牌出现在我们的感情当中，就会觉得说还是会有一些的现实方面的阻碍很明显呢你们感觉是有一股力量在阻碍我们的感情发展，可能呢是来自于家庭方面一些压力，父母的压力，也可能呢是你们双方之间还有一些距离存在这个阻碍。可能呢，现在你们没有办法每天都见面，或者说双方并没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就导致两人在精神层面上呢是没有靠得特别近的那么在转到这张宝剑6的正位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其实问题已经好像慢慢浮出水面了，甚至呢已经很明显了。虽然说我们双子跟对方之间的缘分还是很深的，但是两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的矛盾，就感觉你们双方之间在观念上会有一些分歧甚至说会因为这个人发生争吵，可能呢就是吵来吵去都没有一个结果你们两人是没有一方愿意去让步的，所以说可能两个人就会经常发生冷战那其实这样是很影响感情基础的，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不是我们双子一个人的困扰这我觉得对方的话也是觉得有些心烦意乱的，可能双方你们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打破这样一个局面重拾感情当中的甜蜜。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好，这边出现的是一张星币9的一个正位那么这张牌出现在这里呢，也是充分说明了对方还是比较喜欢我们双子的那我们双子呢，其实也并不是在单方面的一个付出，也是还是得到对方的爱的，而且呢，对方其实也是比较享受我们双子对他爱的。那么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呢，其实他才是更想要抓住的那个人但是呢，我又会觉得说对方他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行动力因为星币牌嘛还是土元素居多对方可能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自己的身上或者说他没有办法给到我们双子想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安全感或者说陪伴感之类的。就其实呢，也是可能对方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从牌面上暗示的信息呢，我会觉得说，对方他现在可能面临的一个压力还是挺大的，可能这个经济上事业上的一个压力。所以说对方呢，可能就是根本就不会对我们的双子做一个什么样的承诺，会觉得呢，他对于这段关系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的。所以说双子可能现在感觉说对方他还没有完全属于我，那双子呢，可能就会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那紧接着我们的双子这边又出现的是一张隐士牌的一个正位。那么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一种趋于平衡的状态的感觉我们双子可能会逐渐转移自己的一个生活重心。那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双子清醒之后的一个正常想法那并不是说就是我们就要放弃这个人了，而是我们会觉得说自己过分的沉浸在一段感情当中，其实是比较消耗自己的那么可能双子接下来呢，并没有像之前那么冲动了不会像以前那样一直意气用事但是呢，这也是两面性就可能我们对这段感情的热情，它也会逐渐的一个消退。我们继续往后看。好，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宝剑2的逆位那我会觉得说我们双子有些想要去逃避了。那么其实这张牌会给我一种挣扎感那么说句心里话，我们双子呢是没有办法彻底不去想对方的，所以说呢，我们在逃避的时候其实也是很痛苦的。那么这是一个很纠结又很矛盾的过程甚至说呢，我们还是会因为对方而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情绪波动。也就是说呢，对方对我们的影响还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于让对方先主动。那么后面一张是星币10的这个逆位就还是能够感觉到我们的双子跟对方之间的缘分你们是很难切割掉的，但是呢，又隐隐的透出了一种危机感就会觉得说，哪怕双方之间里面的羁绊再深，要是没有好好经营的话，最终你们还是会错过真的。
这样一下又让我的心都跟着悬起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再来看看后面的这张魔术师的正位，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双子啊，可能是真的没有完全去了解对方，甚至我们根本就不懂这个人。但是呢，这不能怪我们，全怪我们双子啊，因为对方他有的时候是真的把自己就真实的那一面会隐藏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双子可能就会觉得说对方他也是比较神秘的甚至对方越神秘对我们双子来说呢，就越有魅力，越有吸引力，我们就会更想要去挑战他，了解他想要去征服他。但是其实呢，我们从这张牌就能感觉得出来说我们双子可能就会失望了感觉对方呢他并不是能够被我们征服的，甚至觉得说你们双方之间还是有一些话没有说清楚的，而且呢，我会觉得说对方现在是不太想要跟我们双子沟通的一个状态，感觉呢他现在是有点想要逃避所以说我们双子现在就是你得知道他的一个想法可能就是会比较困难了只能靠自己的去观察。但是呢，这样又会有一些捕风捉影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得到的信息永远都是不够准确的，可能就是靠自己瞎猜的，甚至呢，有些我们双子可能会过度的敏感就会患得患失。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好，这边出现的是一张这个星币8的一个正位那感觉对方现在心思已经没有怎么放在我们双子身上了可能他会更着眼于提升自己，或者说想要在物质方面呢做出一些改变。所以说接着这张这个星币6的牌面也就是说对方他确实现在把重心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了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爱双子了，其实我觉得恰恰相反对方会觉得说自己可能现在还没有能力去对我们双子负责，就可能他会觉得说自己再不努力的话，两人之间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有未来了。所以说他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去努力的实现一些这个物质方面的东西可能我们双子对这一切还毫不知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的一个内心想法甚至说我们面对他的一个转变只会觉得更加的灰心就心灰意冷，因为我们会以为是他决定要放弃这段关系了，所以说我们双子可能就会非常的纠结非常的不甘心。那么再来看最后一张牌女祭司的正位就会觉得说双方之间的联系你们可能不会特别多，毕竟你们两人现在呢就会觉得说专注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对待这段感情的主动性就会差了很多甚至说呢是没有一个人去愿意主动去打破这个僵局只可能在心底里默默期待着对方能够来主动找到自己或者说希望对方呢能够给自己多一些时间成长是希望用更好的状态去拥抱彼此所以说就会感觉我们双子这段感情在短期以内呢是没有什么进展的。那么其实综合整个牌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双子这一次我觉得也是没有看错人你们双方之间这段感情呢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两人呢都已经付出了自己的一个真心，就只是感觉好像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一样总是会差一点什么，感觉双方现在呢都是期待着时间能给自己答案有些太过于被动了。因为这么久以来我也跟很多就是有情感问题的粉丝宝宝有交流过，也听过很多人的一个感情故事嘛就真的会觉得说感情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说放在那里它就可以自己成长感情还是真的需要两个人你们去共同认真经营。所以说呢我也会觉得说我们双子要是真的想把握这段感情的话我觉得劝你们还是最好主动一点去靠近对方。而我们双子喜欢的这个人，如果你在看的话呢，那我觉得你可以先不要给自己太大的一个心理负担，毕竟感情还是需要去维护的。感情呢就像这个时间一样是经不起等待的，也许你真的准备好了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他早就已经不在原地了那么今天关于咱们双子宝宝的一个感情情况就解读到这儿，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水瓶这么有腔调这么特别的人居然愿意为对方去停留那么一定我觉得你是遇到了真爱了不然我们的水瓶肯定是不愿意做出这样的改变的。那其实呢我也会觉得说对方应该也不错毕竟我们水瓶一向是就是拒绝平庸的，所以说我也是真的很为我们水瓶宝宝开心能遇到让自己这么中意的人真的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好，那么话不多说，我们也来看一下咱们水瓶近期的一个感情发展状况。怎么会是这样呢那么首先这边水瓶出现的是一张这个倒吊人的一个逆位我感觉我们水瓶近期的一个状态就是说真的是在等待对方，甚至说已经快要没有耐心等下去了。感觉我们水瓶现在也是真的非常无奈非常痛苦，就整个人呢你们可能是处于一种这个情绪崩溃的边缘。那么倒吊人他的手脚呢是被束缚着的那我们水瓶现在其实也是无计可施感觉水瓶现在更多的是克制自己在克制自己的内心，不敢去轻易的找对方不敢向对方去表露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想法。那么倒吊人逆位的话呢，我们就回到了一个权杖手牌那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说我们水瓶也是在等待着和对方能够重新开始或者说希望这段感情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那我觉得水瓶一味的等待很可能你们彼此之间是缺乏一些有效的沟通的，所以说才导致这段感情停滞不前。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还是要去体看我们往下看。好，
这边出现的是一张宝剑国王的一个正位啊，就感觉我们水瓶是在极力的伪装自己啊，可能表面上你们是非常冷静和理智，但是内心也是非常的压抑啊，就是还是会放不下的一个状态，还是很期待着啊对方能够给到我们回应。那么后面这张女祭司出现的时候呢啊，也就是说明我们水瓶啊其实还是很有感情的对对方啊，那么依然还是会时时刻刻的去关注对方的，可能呢对对方的一举一动还是了如指掌，还是很想要为对方去付出的。我们水瓶就是没有办法压抑住自己内心这种情感啊，但是呢表面上啊都是感觉好像风平浪静的感觉啊，表现得出那种漠不关心的感觉，已经无所谓的这种状态，但实际上呢内心啊还是非常的期待的，还是会在自我煎熬当中啊，那么内心的情绪肯定也是非常多的，感觉呢我们水瓶一直也是在压抑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啊，就很容易呢让自己陷入到一个负面情绪当中。那么对方这边又是什么样的想法和状态呢？我们继续往后看。好，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权杖国王的一个正位啊。那么出现这样牌的时候，就说明这个人他跟我们水瓶其实是旗鼓相当的啊。那么很显然，权杖国王这张牌呢啊，它是有点以自我为中心的，甚至有点独裁者的感觉。但是我们水瓶呢啊，这边本身就是一张这个宝剑国王嘛，对吧？啊，所以说其实我们水瓶也是那种很自我啊，或者说我行我素的人，很要面子人。那你们两个人啊，那就是谁都不让谁了。那对方这边权杖国王的话呢，就会让我觉得说这段感情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这个其他的暧昧关系存在的啊。那么这种感情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极其不稳定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水瓶呢也是不能够去容忍这一点的啊，甚至说呢我们会慢慢的啊不再相信对方。所以说一旦啊我们水瓶不能信任对方的话啊，那我觉得你们之间的一个冲突啊就会变得非常的激烈了啊。可能呢有些人就是会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但是那个人我觉得他一定不包含我们的水瓶，毕竟呢啊我们的水瓶是深爱着对方的。所以说水瓶对对方的一个执念也会非常的深啊，可以说是难以释怀的那种程度了。当然了啊，也很难去做一个放下。那么后面呢出现的是一张月亮牌的一个逆位啊，那就说明这个人他其实是给过我们水瓶很多的温柔的啊，或者说爱意的。虽然说呢他可能现在啊是比较自我比较武断了一点啊，那可能也是会对我们水瓶挑三拣四，但是他还是能够看到我们水瓶的魅力的啊。所以说这段关系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个美好快乐的感觉。那你们两个人之前还是会有一些温馨美好的时光的啊。但是月亮牌呢就是给大家一种朦胧感，就说明呢这份感情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在的。那可能呢一开始啊你们两个人一个相爱的时候啊就只看到了快乐的一面，但是慢慢的啊一些性格上面的一些差异或者说缺点它就暴露出来了啊，明显的显露出来了，感觉呢总是会在一些冲突和误解当中。那么月亮牌逆位的时候呢，就说明的确他是有些秘密在的啊，他也不愿意把这一切去跟我们水瓶做一个坦诚的沟通。那如果说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这个感情它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长久的。那其实我们水瓶啊也应该已经感觉到了，觉得对方啊已经瞒的这些事情让自己非常痛苦了啊，但是自己还是会觉得非常的不甘心，就是呢还是啊不想要放下这段感情，还是呢要给对方一个机会啊。那我们接着往后看，来看一下我们水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好，那这边呢，首先出现的是一张死神牌啊，我们水瓶这边出现的是一张死神牌，就说明我们水瓶的情绪啊是受到了一个巨大的冲击，而且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击呢，也感觉到我们事先并没有心理防备啊。那后面这张宝剑六出现的时候呢，也就是代表着我们水瓶的感情啊，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阻碍在的，就像是一个拦路石一样啊，拦在了我们水瓶和对方面前。你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去做沟通，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一步，感觉呢啊对方是非常固执己见的，所以说可能啊有的时候我们水瓶就会觉得说拿对方是真的没有办法啊，可是呢又感觉说自己啊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些什么。那后面这张这个死神牌的逆位啊，那么后面这张这个恶魔牌的逆位啊，就说明我们的水瓶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就可能会用冷酷把自己伪装起来，甚至说在吵架的时候会说出一些非常伤人的话啊，感觉你们俩现在状态是有点虐的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方这边的状态啊，或者说想法是怎么样的。好，这边首先出现的是教皇牌的一个正位啊，那其实这张牌呢就说明这个人他可能是比我们水瓶要年长一点，至少他的心理年龄是肯定要比我们水瓶大的，而且这个人呢他也的确有很多的秘密在，感觉你们双方之间呢还是有些话没有说清楚啊，水瓶呢是没有完全了解对方的，而且对方也不愿意啊去跟我们水瓶沟通，感觉对方呢也会经常把自己去封闭起来啊。那他现在呢应该也是处于一种这个自我对话当中啊，就是可能在自我消化啊、自我思考当中，所以说呢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啊也是比较沉默的啊，没有什么行动力。那么在后面这个星币8出现的时候呢啊，也就说明他会有一点点想要逃跑。那感觉呢他最近可能是比较的自我逃避啊，或者说逃避我们水瓶，也不愿意沟通，更不愿意采取一些行动。
那我感觉呢，他是一种冷暴力的态度啊，他宁愿看这段关系停滞，也不愿意去做任何的一个改变。可能呢，对方啊只是心里着急，但是什么都没有做。那么最后出现的是一张圣杯10的一个正位啊，说明这个人的心里的确是比较爱我们水瓶的，也是有想过啊要和我们水瓶去发展成一个长期关系，或者说走入婚姻的殿堂之类的。因为他内心深处已经把我们水瓶当做家人，当做亲人了。也就是说，其实他也是非常认可我们水瓶的。但是啊，两个人的阻碍确实有点太多了啊，所以说对方现在也没有下定决心啊，没有说那种我就要孤注一掷的感觉啊。但是哪怕是这样，我们水瓶呢也不愿意去放弃对方啊，还是在等待的这个人可以拿出一个行动啊，或者说一个态度来证明给我们水瓶看啊，或者说给我们水瓶一个安全感，就是说希望啊对方能够给自己一个定心丸，然后呢两个人就可以长长久久啊，永远快快乐乐的走下去了。但是目前的话呢，其实水瓶是没有等到的。所以说近期啊，我们水瓶在这段感情里面，我感觉内耗还是非常大的，而且短时间内呢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那么综合整体盘面来看的话呢我们水瓶最近的情绪啊，我觉得应该去调整一下了。那不妨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出去聚聚会啊，或者说可以去跟大自然接触一下，走一走，让自己从这段感情里面去跳脱出来，抽离出来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水瓶爱的那个人也在听的话，那么我也希望你可以理解我们水瓶那种对爱情100分的付出啊。那么感受到爱之后呢，再勇敢的回应爱啊，因为我们水瓶肯定也会希望说可以得到你那种全心全意的爱。那么这样呢，其实也是给彼此多一点思考时间啊，让我们水瓶也可以好好的去看清对方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呢。那么我经常呢也会遇到像我们水瓶宝宝这样的人啊，那么就是一上头我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就喜欢上了一个人，就是我看不见别人啊，非常恋爱脑。那遇到合适的人固然啊皆大欢喜，但水瓶实在呢又太简单太直接了，就一次就能上岸的几率其实并不高。那么想要提高这种几率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要学会一些恋爱技巧，适当的去推拉一下。别一颗心啊，就是直接的捧到对方面前啊，让对方是无所顾忌。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让我们的水瓶魅力啊更好的被发现，让对方呢也能够更加的去珍惜我们的水瓶座。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水瓶近期的一个感情发展状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